知名 FPV 无人机模拟器游戏 Lift Off 就在前不久在 Quest 后端商店上架了 M2 版本，大伙可以搜索游戏名添加入库。因为现在还是早期测试阶段，处于概念验证，游戏内容还不够多，所以现在是直接免费就能玩。按照以往 Quest 游戏的习惯，届时完整版推出，即便是收费已经在免费时期添加入库的，大概率也能直接白嫖，所以大家不要偷懒这一下。那 Lift Off 无论是在 Steam 还是主机平台都有平面版的，但是平面版的画质再好都比不上你用 M2 头显让一个以假乱真的无人机模型出现在你现实空间来的直观。利用快乐3提前扫描好房间的布局，虚拟的无人机虽然也会跟房间的墙面、桌子和家具产生碰撞，但你完全不用担心炸机，因为对于新手来说，可以完全没有压力和忧虑的练习打感，但同时有着近乎与现实实际操作一致的视角来观察无人机在飞行时的姿态。Lift Off 开发者称 M2 版本是专门为 Quest 量身定制，可以直接用 Quest 的 VR 手柄摇杆控制，但是考虑到 99% 的人没有接触过无人机，且Quest 手柄的手感跟专业 FPV 遥控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在这个测试版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新手模式，除了速度比较慢以外，还会辅助你悬停。那大家所做的就是专注于高度控制和方向操控就好。在 M2 模式下，你还可以指定一面墙变成虚拟的室外空间。如果你觉得纯现实房间的面积太小了不够练，就可以让无人机从房间里直接飞向虚拟的室外去，并有更大的一个操作空间。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游戏里来体验一下吧。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 Lift Off， 大家一定要提前用快乐3把自己的房间空间数据给扫描好啊，不然你是无法在一开始这个定起落点的位置的时候按确认键的。我还特意把这个折叠桌放到这个床上面，然后把这个起落点定在这个桌面上，就会显得更加的直观啊。那目前在这个简单测试版本里面，官方提供了我们3个版本的无人机，你可以点击这个左右切换键去切换无人机，它还有各自的一个名字。那么现在直接选定一辆我们自己喜欢的无人机，就可以对它进行操作了。操作的方式我们可以看一下左手柄，我们的左手柄的摇杆向上推就是给它一个油门，你的无人机就会升起来。摇杆向下就是让它降低高度，向左的话就是逆时针旋转，向右的话就是顺时针旋转。同时按住握柄按钮可以对无人机的模型进行一个任意的放大缩小。好，现在我们把无人机放到一个适当的大小，进行一个飞行的训练。那刚刚已经试了左手柄，那我们现在再试一下我们的右手柄。右手柄的摇杆向上就是向前冲刺，向下就是向后倒退，左右方向嘛就是向左向右的一个横移。还有你看我现在一直往前冲嘛，就撞到了前面的这个墙，然后一直往上升，它就顶到了这个天花板，就不会再去移动了。如果你自己去上手这个无人机，你就会发现一点啊，就是有点像在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的感觉，就是你的左右手柄的摇杆其实都是可以向上打的嘛，但是向上打的时候你脑子里只有向上打一个动作，但是对于无人机的输入它其实是存在高度向上以及同时向前，然后你的大脑就会混乱到我该接收这2个指令的哪一个。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不同的无人机试一下，大家可以看到3种无人机它的噪音的音量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选这个红色音量轻一点的试一下。对了，前面有一点忘了说，就是无人机在起落点附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从上方可以投射到下方起落点位置有一个实时动态阴影的，有阴影的配合会让整个画面显得更加的逼真。但是如果我们飞到了床上面，它这个阴影并不能投射到我们现实的床上面，这一点是比较遗憾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补充玩法，就是我们可以按右手柄的 A 键，在我们的房间里面生成一个虚拟气球，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固定的一个飞行目标去控制我们的无人机去撞击它，也可以构成一个飞行轨道吧，你可以到时候绕着它绕圈啊，或者说组成一个洞去穿这个洞，都是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调整的。我这里其实都是已经做了剪辑啊，我自己上手练的时候真的太痛苦了，怎么飞都飞不好。所以说大家如果真的有心去练习这个无人机的模拟飞行的话，其实这个应用是真的非常适合的。我们左手柄的2个按钮也是有用的，我们按下我们左手柄的 X 键就可以调出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摄像头，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纯正的第一视角。我们现在是用了这个空间扫描数据嘛，在现实的房间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个网格一样的东西。至于我们左手柄的外键，接下来就见证奇迹的时刻，我们指向某一面墙按下外键，
就可以打开这个虚实空间的这个连接，指向不同的墙面，按下外键，它就可以在不同的墙面之间进行一个切换，只不过我们不能把它给切换到这个天花板。好，我还是把它放到我右手边的这个窗子的这一面，这样显得空间更大。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操作我们的无人机，让它直接飞出去了。因为飞出去它的距离会变远，比起你在现实空间飞呢，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你会慢慢的看不见这个无人机，所以在后续的操作里面，你一定要把这个第一视角的画面摆在自己的面前，然后通过第一视角的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去调整你无人机的一个飞行。我觉得未来开发者可以直接把这个平面的这个显示屏啊，直接切换到这个虚拟模式里面，就像现在很多 FPV 无人机不是可以直接带上那个类似于我们 VR 头显、VR 眼镜的那种设备嘛，直接从第一视角去观看。其实玩无人机的这个第一视角，它的那个方式跟我们自己玩 VR 其实非常非常像的，两者真的是某种意义上是有一种天作之合的感觉。但它现在这个模式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啊，就是你虽然飞到了这个虚拟的这个地图里面，但是它会限高，限什么高呢？就是你房间的高度。按理说我们飞到虚拟空间之后，我应该可以直接无限升高嘛，但是它这里可能开发者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它跟你的这个现实房间的空间的是有一个连接的，所以说它的高度也限制到了这个现实空间房间的高度，所以说估计在后面的更新版本里面应该会修改过来。OK， 反正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自己去试玩一下这个游戏。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要陪着 VR 成熟楼顶 VR 找一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